你好不容易让你的频道开始有了广告收入，但是你发现你频道的广告收入并没有达到预期。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告诉你10个方法去增加你频道的广告收入，可以让你从你频道里面已有的影片以及今后发布的影片2个方面去帮助你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 Jason。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欢迎订阅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入频道使用工具。首先我会告诉大家几个方法去针对你频道里面现有的影片去做出一些设置，去帮助你获得更多广告收入。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加入更多插播广告。很多人会以为在自己上传影片的时候，只需要把影片的广告收入打开就没有事了，就再也不管这设置。如果你这么做，会潜在的让你失去很多广告收入。如果你的影片时长超过了8分钟，那么你是有资格在影片的中间加入插播广告的。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把广告收入打开，但是没有在里面加入插播广告，那么就失去很多你所应得的收入。虽然YouTube算法有时会帮助你在你影片里面加入一些插播广告，但是这些插播广告也是随机设置的，也是随机决定它的广告数量。所以我建议大家去手动的做出这些广告设置，去加入合适的广告个数，并且把这些广告放入到合适的位置。例如说，你可以在你公开一个重要信息之前放入个广告，在我公开收入的影片里面，在我即将公开我的收入之前，我会放入个广告。那么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好奇我的收入的，所以他们都会看完这个广告，去看一下我到底获得多少收入，所以我的广告收入也会相应的增加。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影片的开头、结尾加入插播广告。很多人会误以为在影片里面加入的插播广告只能够放到影片的中间，其实这个插播广告你可以放到任何位置，即使你的影片已经开启了影片播放之前和之后的广告。虽然你影片里面已经开启了影片播放前和播放后的广告，但是这些广告也是有几率不出现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加入插播广告，那么如果影片播放前的广告和播放后的广告都没有出现，观众还是有几率观看到你加入的插播广告的，这样的广告收入也能够增加。第三个方法，打开所有的广告类型。在 YouTube 影片里面有5种广告类型：展示广告、重叠式广告、赞助卡片、可跳过的影片广告和不可跳过的影片广告。除了展示广告是默认显示之外，其余的4种广告类型都是可以让你选择是否要出现在你影片里面。大多数的广告，它们大部分广告收入来源都是来自于可跳过的影片广告。例如我的频道有 86.5% 的广告类型是来自于可跳过的影片广告，剩下的 13.5% 是来自于其他类型的广告。虽然大部分的广告收入都是来自于可跳过的影片广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只开通这个广告类型。如果你只开放这个广告类型，有可能会增加广告出现的竞争度，这样反而会让你失去一些广告收入。我们要相信 YouTube 能够通过它的数据去展示出合适的广告内容，去展示出合适的广告类型给所有的观众，从而帮助 YouTube 帮助创作者获得更多的收入。第4个方法，开启所有影片的创作状态。虽然这一点很简单，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检查一下你频道里面所有的影片是否都打开了广告收入。在你成功加入了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之后，你频道的广告收入并不会自动打开，你需要手动打开这些广告设置。同时我也建议大家去手动调整8分钟时长以上的影片，去调整里面的插播广告，调整它们的个数，调整它们的位置，从而让你最大化的获得广告收入。在说完对你频道现有影片做出了一些广告设置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你未来发布的影片来帮助你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第5点就是我们要知道内容话题会影响广告收入。在 YouTube 上，每一个频道的广告收入都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观看量，一些 YouTube 频道会比另外一些 YouTube 频道赚多好几倍的广告收入。例如频道主题为虚拟货币、股票的频道，他们频道 CPM 会比游戏频道高很多。那么这就意味着，如果2个频道在这个月都获得了10万的观看量，虚拟货币、股票的频道会比游戏频道赚取更多的广告收入。CPM 就是如果广告商想要让他们的广告出现在影片里面1000次，那么他们需要支付给 YouTube 多少钱？因为虚拟货币、股票都是关于金钱的，所以这些广告商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去让他们的广告出现在对虚拟货币、对股票感兴趣的观众面前。除了频道主题之外，不同的影片内容也会有不同的 CPM。有一些影片内容会有20几美金、30几美金的 CPM， 而有些影片内容只有7美金、8美金的 CPM。所以不同的影片话题也会导致 CPM 会有不同的变化。
第6个方法就是增加影片的时长。在之前我们有说到，你可以在影片里面加入一些插播广告，但是你影片的时长必须达到8分钟以上。如果你影片时长在8分钟以下，那么你这支影片只能够打开影片播放前和播放后的广告，这样的影片里面就会少了很多广告。例如8分钟的影片，你可以在影片里面至少加入1到2个插播广告。如果每4分钟加入个广告，那么20分钟的影片，你就可以在影片里面加入4个插播广告，再加上影片播放前和播放后的广告，那么这期影片就总共有6个广告。可想而知，这期影片能够给你带来很多广告收入。但是我这么说不是让大家为了增加影片的广告收入而去盲目的增加影片的时长。如果想要增加影片的时长，你就需要在影片里面加入更多的价值，这样才是正确的增加影片时长方法。第7个方法，制作广告商友好的内容。大家要记住一点，不是所有的影片内容广告商都是愿意让他们广告出现在里面的。有一些影片内容广告商是很喜欢的，而有一些内容广告商是避而远之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保证影片获得广告收入，就需要制作广告商友好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里面的信息，这些影片内容会被判定为只能够放送部分的广告，或者是完全不放送广告，例如不当言语、暴力内容、成人内容等等。大家可以去截取刚才图片，在自己制作影片的时候去查一下是否有触犯这些不良内容。第8个方法，避免版权问题的内容。这里大家需要特别的注意，不要使用版权的音乐。如果你在影片里面使用一些未经授权音乐，那么很有可能你这期影片没有办法获得广告收入，或即使你能够获得广告收入，你所获得广告收入需要和原创者进行分成。所以如果你频道里面有很多部影片都使用了未经授权音乐，那么这些影片就很难获得广告收入，或只能获得部分的广告收入，那么这是很不值得的。我相信大家都不想让这个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即使你想要有好听的音乐去丰富你的影片，去让你影片变得更好看，你也需要使用无版权的音乐。这我推荐大家使用一个音乐网站叫 Artlist，里面提供了大量的音乐，有很多的 YouTuber 都使用了这类音乐，因为你可以找到不同类型的音乐去满足你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使用这里面的音乐，你不再会收到版权的问题，你可以放心使用。我会把 Artlist 的链接放到底下评论区，大家可以看一下。第9个方法，保持更新影片。保持更新影片不仅能够让你频道更快成长，同时也能够帮助你获得更多广告收入。想象一下，当你稳定的更新影片，你频道里面影片就会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影片帮助你获得广告收入，并且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即使在睡觉、吃饭、娱乐，这些影片都会帮助你24小时获得广告收入。所以你需要不断的给你频道里面增加更多的影片，这样你的广告收入才会增加的更快。第10个方法，制作长期的内容。所谓的长期内容就是这部影片的内容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这部影片在发布之后的半年、1年、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观众还是会不断的搜索这部影片，从这部影片得到价值。长期内容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虽然这种影片类型不能够让你在一开始的时候获得很多流量，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每天帮助你获得稳定的流量，这就意味着你能够每天获得稳定的广告收入。我的频道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影片都是长期的内容，例如影片剪辑教程、Canva 的教程、YouTube 频道运营的方法等等，这些影片的内容都不会受到时间限制，让我频道每天都能获得稳定的流量，从而我每天能够获得稳定的广告收入。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做更多长青话题的影片，让你频道能够长期稳定的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YouTube 广告收入是一种不错的被动收入，希望这期影片分享的10个方法能够帮助大家获得更多广告收入。如果想知道在你成功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之后，你如何进行广告设置，如何放置你影片的广告，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个赞。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如果你想和更多互动，可以关注 IG，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入频道使用工具。那么下次再见，拜拜。